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或许就是你每一天开始的方式。在意识上未完全清醒之前，你的手已经不自觉地伸向了床头的手机，蓝光刺破了黑暗，你的心跳随着荧幕的亮起而微微加速。你在寻找什么？是一个红色的通知圆点，是一个赞，还是一条评论？当你看到荧幕空空如也，或者互动不如预期时，那种微小但尖锐的失落感是否瞬间刺痛了你的胸口？这一刻，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成了一个祈求关注的乞丐，将自己一整天心情的好坏全交给了冰冷的演算法和荧幕另一端陌生人的随意点击。这不是生活，这是一场无休止的等待，等待着别人来确认你的存在价值，而这正是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我们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连结时代，却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脆弱之中。你花费数小时精心修图、构思文案，只为了向那些你甚至可能不喜欢的人证明你过得很好。这种对外部认可的病态渴望，像是一种慢性毒药，慢慢侵蚀着你的灵魂。你害怕被遗忘，害怕被批评，更害怕在那无尽的资讯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请停下来思考1秒钟，为什么你的自我价值需要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之上？当你把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保管时，你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你正在亲手建造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而你自己既是这座监狱的囚犯，也是唯一的狱卒。这种痛苦并非你独有，它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被称为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成功，不够迷人，因为我们总是在与他人展示出来的完美生活做比较。然而，这种比较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你是用自己真实的、混乱的、充满挣扎的内心世界，去对抗别人精心修饰过的虚假的外在形象。这场战争注定没有赢家，只有无尽的疲惫。你是否感到精疲力竭？那种为了维持形象而不得不时刻紧绷的神经，那种担心说错话、做错事而被群体排斥的恐惧，正在耗尽你本该用于创造和生活的宝贵能量。古罗马的哲学家们早就看透了人性的这一弱点。他们虽然没有社交媒体，但他们深知人类对荣誉、名声和他人评价的过度执着。正如一句振聋发聩的格言所说，谁需要掌声，谁就成了观众的人质。当你渴望掌声的那一刻，你就把控制权拱手让人了。观众鼓掌，你才能笑；观众嘘声，你就会哭。你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线头握在一群可能根本不在乎你死活的人手中。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奴役状态。我们生来是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为了在别人的舞台上充当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配角。试着回想一下，上次你做一件事纯粹是因为你自己想做，而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是什么时候？上次你穿上一件衣服是因为它舒适，而不是因为它符合潮流，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透过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这种第三人称视角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真实的模样？那个不需要滤镜，不需要点赞，不需要讨好任何人的你究竟在哪里？如果不打破这种对外部认可的依赖，你将永远无法触及内心真正的平静。你的一生都将是一场为了取悦他人而进行的拙劣表演。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大部分人对你的看法根本不重要。这一点听起来可能很刺耳，但却是通往自由的第一步。那些你在网络上试图讨好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焦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他们在荧幕上花费在你身上的注意力可能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为了这几秒钟的廉价关注，你却愿意牺牲自己的尊严和时间。这在商业上是一笔极其亏本的交易，在人生哲学上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你继续这样活下去，当生命走向尽头时，你会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一天，这才是最大的失败。今天我们不是要教你如何获得更多的赞，也不是要教你如何忽视这个世界，我们是要一起走上一条古代斯多葛主义者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往精神自给自足的道路。我们要学会切断那根控制你的线，收回那把快乐的钥匙。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你要直面内心的空虚，不再用别人的评价来填补它。
这意味着你要学会做自己的法官、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支持者。这是一场灵魂的排毒，过程可能会感到痛苦和孤独，但这是治愈取悦症的唯一解药。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多葛学派的核心智慧，不仅仅是理论，更是可以操作的心智工具。我们会剖析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如此渴望社会认同，以及如何利用古老的智慧来重写这个错误的城市。我们会引用那些曾经统治过世界、经历过流放、面对过死亡的伟大灵魂的语言，比如马可·奥里略和艾比克泰德。他们在1000年前面对的群众压力和社会评价，与我们今天面对的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的解法在今天依然锋利如新，能斩断你心中的乱麻。你准备好停止表演了吗？你准备好从那个充满虚荣和焦虑的舞台上走下来，回到坚实的大地上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深吸一口气，放下你对手机的执念，全神贯注地聆听接下来的内容。因为接下来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如何重构你的价值观，如何让你坚不可摧。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心灵的武装。我们要将你的心打造成一座城堡，让任何外部的嘲笑、忽视或批评都无法穿透你的防御。在我们进入具体的哲学工具之前，请记住这种感觉，那种不想再被别人定义的愤怒，那种渴望夺回生活主导权的急切。保持这种愤怒，它是你改变的动力。不要让它消散，让它燃烧。因为只有当你真正厌倦了做一个奴隶，你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现在，让我们翻开斯多葛哲学的第1页，去面对那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什么又是你必须果断舍弃的？答案将决定你的余生，是继续在焦虑中沉沦，还是在宁静中重生。要解开这个现代焦虑的死结，我们必须求助于一位曾在罗马帝国当过奴隶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这听起来很讽刺，一个身体不自由的人却拥有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灵魂。他的腿曾被主人打断，他在社会底层挣扎，但他发现了一个让他能够蔑视帝王权威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斯多葛哲学的基石——控制二分法。他教导我们，世上只有2类事物，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这听起来简单的近乎愚蠢，但请你诚实地问自己，你痛苦的根源不正是因为你试图控制那些本不在你掌控之中的事物吗？究竟什么是你能控制的？艾比克泰德列出了一份非常简短的清单：你的判断、你的意图、你的欲望，以及你面对事情时的态度。换句话说，只有发生在你大脑皮层和心灵深处的活动，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领地。除此之外的一切，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财产、你的名声，以及最重要的，别人对你的看法，统统属于不可控的范畴。这些东西就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你把快乐建立在这些不稳定的地基上，那么当风暴来临时，你的精神大厦必将崩塌。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古老的法则应用到你的社交媒体焦虑上。当你发布一张照片或一段文字时，点击发送按钮的那一刻，你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这是你能控制的部分，你的创作、你的表达、你的真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有多少人点赞，谁留下了评论，演算法是否推荐了你，这些完全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这就像是射箭，你只能控制拉弓的姿势和瞄准的专注。一旦箭矢离弦，风向和目标的移动就非你所能左右。但现代人的悲剧在于，我们为了那支已经离弦的箭而彻夜难眠，试图用意念去操控它的轨迹。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奴隶。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奴隶不仅仅是身带镣铐的人，更是那些无法掌控自己情绪的人。如果你因为别人的一句赞美而飘飘欲仙，那么你同样会因为别人的一句批评而坠入深渊。这种情绪的波动证明了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在精神上是被别人豢养的。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个拥有100万粉丝的人，而是那个即便面对全世界的嘘声，依然能保持内心平静、坚守原则的人。这种不动如山的境界，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想想看，你为什么如此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原始大脑在作祟。在远古部落时代，被群体排斥意味着死亡，所以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对社会评价极度敏感的机制。但在今天，某人在网络上取消关注你，并不会导致你饿死或被野兽吃掉。你的恐惧是过时的，是一种幻觉。你需要用理性的刀刃去切割这种原始的恐惧连结，告诉自己，这只是演算法的数据，这不是我的生命线。试图控制别人的看法是一种最愚蠢的傲慢。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操控另一个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放电？每个人的评价都基于他们自己的偏见、情绪、经历和当下的状态，与你这个人的本质往往毫无关系。当某人对你冷漠时，也许是因为他今天过得很糟，也许是因为他嫉妒，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没戴眼镜，但你却习惯性地把这一切解读为我不够好。你看，这就是痛苦的机制。你把外界随机的混乱、错误的内化为自己的缺陷，你自愿吞下了这杯并不存在的毒药。艾比克泰德曾说过一句极具挑战性的话：如果你想进步，就要乐于在外部事物上被视为愚蠢和糊涂。这句话是给所有渴望认可之人的解毒剂。你必须愿意被误解，愿意被忽视，甚至愿意被嘲笑。为什么？因为这是获得自由的入场券。当你不再费尽心机去显得聪明、富有或迷人时，你就释放了巨大的精神能量。那些你曾经用来维护人设的精力，现在可以用来建设真正的内在品质。这是一种交换，你用虚幻的掌声换取了真实的安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冷血动物，完全不在乎世界。不，斯多葛主义从不教导冷漠，它教导的是正确的在乎。你应该在乎你的行为是否正直，你的语言是否真实，你对待他人是否友善。这些是内部目标，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如果你的目标是做一个善良的人，那么无论别人是否感激你，你都已经成功了。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你就把成功的主动权交出去了，你注定会感到沮丧和无力。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你有2个罐子，左边的罐子标签是我的事，右边的罐子标签是别人的事。每天晚上，当你感到焦虑时，把你的烦恼拿出来分类。如果你在担心他们会怎么看我的新发型，请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别人的事儿那个罐子里，然后盖上盖子，不再看它一眼。如果你在担心我有没有在对话中保持诚实，你会发现90%让你痛苦的焦虑都属于右边那个罐子。当你开始实践控制2分法，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这种轻盈来自于你卸下了替别人思考的重担，你不再需要揣测别人的心思，不再需要为了讨好而扭曲自己。你变成了一个观察者，看着外界的赞美与诋毁像云一样飘过，而不让他们在你的心湖投下阴影。你会意识到别人的大脑是他们的领地，那里发生的一切混乱与你无关。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技巧，这是一种存在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你从受害者转变为战士的开始。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你需要更强大的武器来对抗根深蒂固的习惯。仅仅知道道理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别人的意见如此廉价且毫无价值。马可·奥里略这位罗马皇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权力和最多的关注，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看透了名声的虚无。他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反思，这些反思将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摧毁虚荣心的重锤。你现在手中已经有了盾牌，控制2分法，用它来挡住外界的干扰。接下来，我们要锻造一把长矛，主动出击，去刺破那些你曾经奉为真理的社会幻想。我们要去解构那些在荧幕背后对你指手画脚的人，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看看他们的意见到底值几斤几两。当你看清了真相，你会为自己曾经如此在乎他们而感到可笑。保持警惕，不要让旧的思维模式反扑。当你放下手机时，如果那种寻求验证的冲动再次袭来，请立刻对自己说，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因此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这是一句咒语，你要反复念诵，直到它刻入你的骨髓。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只有聋子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
只有瞎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芒。让我们继续深入去探索如何在这个喧嚣的集市中保持那份高贵的孤独与自傲。你准备好进一步摧毁你的虚荣心了吗？你准备好用皇帝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微不足道的赞了吗？如果控制2分法是防御，那么下一章我们将进行反击。这将是关于视角的革命，关于如何站在宇宙的高度，看着那些试图评判你的渺小人类，并在心中生出真正的不可动摇的自信。如果上一章是教你如何防御，那么现在我们将深入敌营，去解剖那些让你感到恐惧的观众。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这位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曾无数次面对群众的欢呼与咒骂。他在私人日记《沉思录》中写下了一段充满困惑与讽刺的话：我常感到惊讶，为什么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其他人，但在评估自身价值时，却更重视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悖论！如果一个神，甚至一个陌生人站在你身边，命令你把你脑子里想到的每一件事都大声喊出来，你会觉得无法忍受，连一天都坚持不下去。然而，我们却任由这些陌生人住在我们的大脑里，指挥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那些你在网络上拼命想要讨好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马可·奥里略建议我们剥去他们的外衣，看看他们灵魂的本质。你会发现，他们和你一样，被欲望驱使，被恐惧折磨，观点前后矛盾，记忆短暂如金鱼。他们今天赞美你，明天就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攻击你，后天则会彻底忘记你的存在。你真的愿意为了博得这些反复无常、心智不成熟之人的片刻点头，而扭曲自己高贵的灵魂吗？这就像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却焦虑地询问一群瞎子：你看我看起来健康吗？这不仅是愚蠢，更是一种对生命天赋的浪费。在现代网络世界，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极端。那些在荧幕背后敲击键盘的酸民或路人，往往是将自己生活中的挫败感投射到你身上。当有人在评论区攻击你时，那通常不是关于你，而是关于他们自己的痛苦、嫉妒和无能。他们是病人，而你却把他们的胡言乱语当做了医生的诊断书。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要像看着一块石头落下或一团火燃烧那样，客观地看待他人的反应。那是自然现象，不带善恶，你无需为此负责，更无需为此受伤。为了彻底治愈这种视角狭隘带来的焦虑，斯多葛学派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心智工具——俯瞰视角。现在，请闭上眼睛，运用你的想象力，不要只停留在你的房间里，试着将视角拉高，看着你的屋顶，看着你所在的街道，那里有人在争吵，有人在赶路。继续拉高，看到整个城市像蚂蚁巢穴一样繁忙。再高一点，看到整个国家，看到大洋与陆地。在这个高度，你那条因为没有收到足够点赞而感到羞耻的贴文在哪里？它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当你把视角拉到外太空，看着那个悬浮在无尽黑暗中的淡蓝色小点，你的一切烦恼瞬间失去了重量。在那个蓝点上，数十亿人经历了生老病死，无数帝国崛起又覆灭。历史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渴望名垂青史的君王，如今除了历史书上冰冷的名字，什么也没留下。而你为了那转瞬即逝的社交媒体动态而焦虑，这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下显得多么滑稽。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的生命就像飞鸟划过天空，不留痕迹。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这宝贵而短暂的旅程浪费在担心别人的看法上？俯瞰视角并不是要让你感到虚无，而是要让你感到自由。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宏观宇宙中的渺小时，你就不会再把自己那点受伤的自尊心看得太重。你会发现，你所恐惧的社会性死亡在浩瀚星河面前根本不存在。地球只是一个微小的舞台，那些观众也只是一群即将化为尘土的过客。在这样的认知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你还有什么真实的话不敢说的？那种束缚你手脚的无形锁链，在宇宙的寂静中会自动崩解。试着将时间轴拉长，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俯瞰，还有时间上的延展。想象100年后，现在在网络上围观你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都将深埋地下。没有人会记得你那张修图不完美的照片，
没有人会记得你那次尴尬的发言。所有的尴尬、荣耀、耻辱都将被时间的洪流冲刷得前前进进。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悲凉，但这正是斯多葛哲学带来的终极慰藉。因为一切终将被遗忘，所以你现在拥有绝对的权利去活出真实的自己。我们常常因为自我中心而受苦，误以为全世界都盯着我们看。心理学称之为聚光灯效应。但透过俯瞰视角，你关掉了那盏并不存在的聚光灯，你隐没在宇宙的背景中，这让你安全。你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沙滩上玩耍，专注于堆砌你的城堡，而不必担心路过的游客是否觉得你的城堡不够宏伟。因为你知道潮水终将来临，带走一切。唯一真实存在的是你堆砌时那份专注与喜悦，是你内心的体验，而不是游客的掌声。当你下次感到焦虑来袭，觉得如果得不到认可就活不下去时，请抬头看看星空，或者想象一下脚下的大地已经存在了45亿年。问问自己，这件让我辗转反侧的小事，在10年后还重要吗？在100年后还有意义吗？答案永远是不。既然未来它不重要，为什么现在要让它折磨你？你的痛苦源于你把瞬间当成了永恒，把微尘当成了高山。斯多葛主义是一架显微镜，也是一架望远镜，它帮你调整焦距，看清事物的真实比例。我们之所以渴望验证，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们试图用外界的碎片来填补它。但现在你明白了，外界的碎片，那些意见、名声、赞美，都是虚幻且易碎的。你永远无法用幻象填补真实的空洞，唯有来自内在的理性、美德和自我接纳，才能成为你灵魂的基石。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你的存在本身，作为这个宏大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就已经是足够的理由。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解构他人的手术刀，也拥有了俯瞰宇宙的望远镜。你的心智结构正在发生改变，那种必须被喜欢的强迫症正在减弱。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行动。哲学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就只是智力游戏。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这些宏大的理论落实为接下来24小时的具体挑战。这将是你夺回主权的最后一战，一场关于生与死、奴役与自由的终极选择。你是否准备好面对死亡的必然性，并以此作为活的真实的动力？你是否敢于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彻底切断对外界反馈的依赖，做一个精神上的隐士？最后的结论将给你最直接的指令，这不再是讨论，这是命令。因为只有对自己足够残忍，你才能对生活足够温柔。让我们进入最后的篇章，去完成这场灵魂的蜕变。现在，我们来到这趟心灵旅程的终点。面对斯多葛哲学中最沉重也最强大的武器 Memento Mori， 记住，你终将一死。这不是为了让你恐惧，而是为了让你清醒。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那些困扰你的社交焦虑还重要吗？当你躺在临终的病床上，回顾这一生，你是否会因为曾经那张照片少了几个赞而感到遗憾？你是否会因为曾经为了迎合大众而没有说出心里话而感到自豪？死亡是最终的过滤器，它会无情地滤除一切杂质，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你的品格、你爱过的人，以及你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在这个终极的审判面前，所有的网络虚名都将化为尘土，变得一文不值。我们总是活得好像我们有挥霍不完的时间，我们大方地将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注意力抛洒给那些甚至不知道我们名字的人。塞内卡曾警告我们，我们不是生命短暂，而是浪费了太多。每一次你因为别人的负面评论而生气，每一次你为了等待回复而焦虑，你都是在主动缩短你真正活着的时间。你是在用不可再生的生命去购买毫无价值的焦虑，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是对生命天赋的极度亵渎。从死亡的角度回看，你现在所纠结的一切面子问题，不过是沉船时刻还在担心领带有没有打歪一样荒谬。你必须建立一座内在的法庭，并意识到你是这座法庭里唯一的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这个世界充满了嘈杂的意见，每个人都想当你的法官，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
但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只有你有资格审判自己，因为只有你最清楚自己的动机、努力和挣扎。当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即使全世界都误解你，你内心的法官也应该敲下法锤，宣判你无罪并给予奖赏。反之，如果你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即使全世界都把你捧上天，你内心的法官也应该严厉地谴责你。学会依赖这个内在法庭的判决，而不是外面的舆论，这就是精神成熟的标志。这种自我审判的能力是通往自给自足的必经之路。一个依赖外部认可的人，就像一个永远填不饱的乞丐，他的碗底有个洞，无论别人给他多少赞美，都无法填满他内心的空虚，因为他缺乏自我认同的核心。而一个精神自给自足的人，他的内心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不取决于市场的波动，不取决于流量的高低。他像一个熟练的工匠，看着自己的作品，平静地说：“这很好。”他不需要别人的掌声来确认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具备鉴赏真理的能力。这种自信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宁静。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非要从别人眼中寻找倒影呢？因为面对自己是痛苦的，它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的平庸、懒惰和阴暗面。社交媒体是一个巨大的逃避机制，让我们可以通过精心修饰的滤镜逃避对自我的审视。我们忙着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以至于忘记了如何做一个真实的人。但请记住，谎言即使被重复1000遍，也不会变成真理。你可以欺骗所有的观众，但你永远骗不了那个深夜里独自面对天花板的自己。真正的勇气是敢于直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并致力于修补它，而不是掩盖它。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不是理论，这是战斗。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我要求你进行一场零解释的实验。在这一天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不涉及法律或道德底线，不要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不要为你的选择辩护，不要试图证明你是对的。如果你不想参加某个聚会，就说我不去，而不是编造一堆借口。如果有人误解了你的意思，只要你不欠他解释，就让他误解。忍受那种想要纠正别人看法的剧烈冲动，像忍受烧伤一样忍受它。你会感到焦虑，你会觉得如果不解释，别人就会讨厌你。这场实验的目的是要让你体验沉默的力量。当你停止解释，停止寻求理解时，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现象：世界并没有毁灭，相反，你收回了巨大的能量。那些你曾经浪费在口舌之争、浪费在维护形象上的精力，突然回到了你的体内。你会变得更加神秘，更加有力。人们会开始因为你的自信而尊重你，而不是因为你的讨好而喜欢你。这就是不解释的魔力。它向世界宣告：我的存在无需证明，我的选择无需批准。我就在这里，这就足够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那些习惯了你唯唯诺诺、习惯了你随叫随到的人，会对你的边界感到不适。让他们走。这是在清理你生命中的杂草。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方无休止的自我牺牲上的。当你停止表演，留下来的观众才是真正想看这出戏的人。不要害怕孤独，孤独是强者的特权。在孤独中，你才能听到内心深处那微弱却坚定的声音，那是你的灵魂在对你说话，告诉你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噪音的时代，每个人都拿着麦克风大喊大叫，渴望被听见。但斯多葛主义者选择放下麦克风，走下舞台，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这场闹剧。我们不需要被听见，我们需要的是清醒。我们不需要被崇拜，我们需要的是自由。这条路注定是少有人走的，因为它逆流而上，对抗着人类原始的本能。但这也是唯一一条通往真正幸福的路。这是一种不动摇的幸福，它不依赖于运气，不依赖于他人，只依赖于你自己的理性与德行。当你关掉这个影片，关掉手机荧幕，面对漆黑的房间时，请感受那份寂静。那不是空虚，那是无限的可能性。你不再是那个等待喂食的电子宠物，你是一个拥有神圣理性的自由人。
你可以决定什么会伤害你，什么不能。你可以决定什么值得在乎，什么是垃圾。这把钥匙一直都在你手里，只是你一直忙着向别人乞讨，而忘记了它的存在。现在握紧它，不要再把它交出去。不要说明天开始，不要说等我准备好。死亡不会等你准备好，命运不会给你预告。就是现在，就是这一刻。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肺部的真实感，这就是活着的感觉。它不需要点赞来证明。去过你的生活，去犯错，去被误解，去被遗忘。在被遗忘的废墟上，你会重建起一座宏伟的圣殿。在那里，不需要掌声，只需要真理。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挑战。你敢不敢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做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你敢不敢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为自己一个人上演的戏剧，只为了让自己在谢幕时问心无愧？如果你敢，那么你就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你已经超越了痛苦，你已经不可战胜。去吧，走进那个属于你的竞技场，不是为了赢得欢呼，而是为了战胜那个软弱的自己。记住马可·奥里略的教诲，记住艾比克泰德的警告。这个世界会继续喧嚣，演算法会继续运转，人们会继续在虚荣的泥潭中挣扎。但你从今天起可以选择不同，你可以选择转身离开，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一个终极真理：谁需要掌声，谁就是奴隶。而真正的王者习惯于在死寂中加冕。现在放下你的手机，别去评论区寻求共鸣，别去转发寻求认同，直接去做那件你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哪怕只有一件。行动是唯一的真理，沉默是最高的回应。不要回头，不要解释，这一刻你是自由的，成为你自己的法官。